我因为妻子瞒着我拿掉孩子而生气，但我明确表示过我不想要孩子，我算是个混蛋吗？我跟老婆凯莉结婚大约3年了，一直以来都过得很幸福。我真的非常爱这个女人了。虽然不想讲得太肉麻，但她真的是我需要的另一半。我真的没办法想象这辈子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即便闹到现在，这状况也一样。在我们结婚之前，我就把我的立场讲清楚了，我不要小孩。她当时也同意了，我以为这件事就此定案。结果结婚大概1年半后，她开始提起小孩的话题。她问我想不想要孩子，我说不想，我不要。她只是嗯了一声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做原本在做的事。当时我觉得她并不是很严肃的想和我讨论这个话题，比较像是一个随意的提问，所以我当下也没有想太多。我们的性生活一直很频繁且稳定，但该做的防护措施从没少过。她有植入避孕器，我大概90%的时候都会戴保险套，所以我完全不担心。最近她的书架坏了，我订了一个新的，想说趁她不在家时，亲手把书架组起来，再把她的书都摆上去，给她一个惊喜。就在我整理书的时候，我翻到了她的一本旧笔记本，我当下笑了出来，顺手就翻了起来。读大学时，她总是随身带着这本笔记，那有点像是她的未来规划笔记本，只要她人生中想要什么，她就会把想象中的样子画出来，贴上简报，做得非常详尽，可以说是一种梦想具体化。大二的时候，她说想考博士，那时她给我看过这本笔记，我记得当时我对她的细节规划感到超级震惊。我们才大二，她就很清楚自己想干嘛，想研究什么，未来要去哪里，这让我觉得她很厉害，我很喜欢她这一点。总之，我翻着这本旧笔记回忆过去，我以为里面不会有什么新内容，至少不会有最近发生而我却不知道的事。但翻开之后，我看到了我从没想过会看到的东西。有一个部分是专门写怀孕和育儿准备的，他研究了孕妇维他命，我们家附近的妇产科，甚至还有婴儿床的照片。虽然只有2页，但我当时感觉超级反胃。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他会把这种事写进这种笔记本里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想要小孩。我当下整个心都乱了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我从一开始就坦白了我的想法，如果他没坦白，那是他的问题。但一想到他竟然因为我而私下默默承受痛苦，为的是讨好我而压抑自己向往的生活，我就受不了。他一回到家，我就立刻找他对峙，结果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很多。凯莉承认她确实想要小孩，但她说她更想要我们的关系，所以她愿意妥协。我问了她无数次，你确定吗？我真的希望她能诚实，不要觉得需要隐瞒什么。她坚持说没有孩子对她来说不是一段关系的终点，但我一直追问，因为我无法理解，如果这件事对她不重要，为何要如此详细的写进那本笔记本里？结果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她丢出了一颗震撼弹。她告诉我，她在1年半前堕过胎。她讲这件事的语气听起来好像我应该感到要松一口气似的，好像这就是她之前说没有孩子也没关系的最好证明。我没办法形容我当下的感觉，我到现在还在感受那份冲击。我只能说，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对她发如此大的火。我没动手，我绝对不会对她动手，但那场争执真的非常难看。我只觉得心好痛。因为他在如此重大的决定上完全没有问过我，他独自去做了这个改变人生的手术，竟然没跟我讨论，而我竟然完全没发现，这种手术不是有副作用吗？手术后他应该有好几天必须卧床，身体跟心理都会很痛吧？我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发现任何迹象？我到现在还在不断责怪自己。我只记得他问过我一次想不想要小孩，但在他可能动手术的那个星期，我却完全没注意到他的情绪状态。我还能说我有多关心他吗？我不想要小孩，到现在也还是不想。但我宁愿我就算断手断脚，也不想让他去受苦堕胎。尤其是在他告诉我，他其实没有像我这般排斥有小孩之后，如果真的要让他去经历那种事，那我宁愿这辈子跟他一起养个孩子。我需要空间冷静思考，所以离开家里。过去这1个半星期，我一直住在姐姐家。我想见她，想问她好不好，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。我还是很气她，也很气我自己。我不想再对她大小声，我想第1次大吵时真的吓坏她了，我不希望再来一次。我姐姐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觉得我因为一件我本来就会同意的事惩罚我老婆。但我知道，如果她问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同意让她自己去堕胎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关于评论的回应，很多人说我只顾自己的立场，完全不考虑我老婆。我必须澄清，
我从来没说过我不考虑他。如果他当初来找我说，我们来试试看生小孩吧，意思是停掉避孕措施，我的答案会是不。我的立场一直很坚定。他从来没有强迫我，而我是不可能主动计划要小孩。但是意外怀上一个孩子这件事是我们从来没讨论过的。事后诸葛很容易，但对现状没什么帮助。第一次更新，我看到一堆骂我的留言，我决定澄清几件事。第一，偷看他的笔记本，我6岁就认识他了。那本笔记里写的东西超过一半是我们一起经历的。从大学开始，他就常常让我看他的笔记，以前我读得更频繁。就像我说的，我很爱他的果断。但大学是6、7年前的事了。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笔记本，但这本旧笔记他后来很少写了，我也很少看了。那天我拿起来读，我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这不是我第一次在他不在时读他的笔记，他早就明确允许我看了。这本来只是一次怀旧之旅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加了新内容，更别说是怀孕计划。他把所有旧笔记、素描本都放在一起，这本就在那一堆书里。第二，结扎，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不要小孩的原因，但结婚前我已经和凯莉深入谈过，当时我们的想法非常一致，只是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。我真的不懂，为何这会让我变成拒绝沟通的邪恶独裁者。我不结扎是因为我不确定10到15年后我会不会改变主意。我现在肯定不想要，但我才27岁，人生观会变的。而且不管可逆性多高，结扎在医疗上就是被当作永久性手术。我的保险涵盖结扎，但不涵盖复通手术。如果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后悔，去投资一个可能无法复原的手术根本没道理。何况我们避孕措施做得非常足，他从交往前就在避孕，我也戴保险套。植入避孕棒怀孕几率不到1%，再加上保险套几率更低。结扎是我们共同讨论后决定不做的。有人说因为我没结扎，意外怀孕不可避免，这逻辑我真的无法接受。0.5%的几率跟不可避免差很多好吗？你们知道结扎也不是100%有效吧？除非你们要提倡禁欲，我真的不想听这种话。第三，言语暴力，凯莉跟我都出身在糟糕的家庭，我们父母整天吼来吼去，所以我们约定好绝不这样对待彼此。在这次吵架之前，我从来没对他大声说过话。我个性比较温和，所以我能想象他看到我如此愤怒有多震惊。而且他本来就对吼叫声很敏感，重点不是我骂了什么，而是我的语气。我不该吼他，但我不是不会犯错的机器人。我说没动手是想强调没有肢体暴力，结果反而让大家误会，我也很无奈。那次吵架双方都很激动，那是我们在一起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。第四，离家1个半星期很过分，这是我跟他共同商量后的决定。我说我需要空间思考，我想搬出去住几天，而他同意了。虽然他说的时候不太开心，但毕竟我们刚大吵完。住在我姐家这段时间，我们一直有在传简讯，虽然只是聊一些有没有吃饭、洗澡的日常对话，但我并没有丢下他不管。我们只是没讲电话，但一直保持联系。我们没继续争论，都在花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才能好好谈话。这在我们的关系中很正常，只是我这次需要比较久。第五，堕胎不会卧床好几天，没有那样严重。有人说堕胎没有那样严重，这点我承认我可能想错了。我以为那就像一场超严重的经痛，因为我身边有许多女性朋友在经期时都会非常不舒服，所以我当初那样推测。虽然一半的网友同意我，另一半的骂我，我还是要承认错误。但我更在乎的是他的心理层面。听到凯莉对生小孩的想法后，我不相信她是真心想堕胎。我觉得他的心情一定更像流产。第六，你们该去伴侣咨商，各自也需要治疗。我们2人本来就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心理咨商。我不确定伴侣咨商有多大帮助，但我不排斥。第七，他不欠我一个解释，很多留言这样说，但是我不同意。身为孩子的父亲，在要拿掉孩子之前，我有权利知道她怀孕了。我们没有分居，我没有出轨，我也没有家暴她，我理所当然应该知道。我期望老婆在这种大事上咨询我，我并不觉得有错。如果角色互换，我一定会找她讨论。对我而言，想不想要小孩和终止怀孕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我即将回家，如果这周情况有变化会再更新。虽然想要大家的祝福，但看来没人站在我这边。最终更新，我发文后隔天早上就回家了，也和凯莉谈了很久。我们都为之前的吵架失控道歉了。我解释为何我要离开，也为大声吼他而道歉。
他对吼骂声叫特别敏感，所以我先处理这个。他原谅了我，前提是我们这次要冷静。他比较好奇我这一个半星期到底在想什么。我们本来就会在吵架时暂停，等冷静再谈，只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他身边。我告诉他我看完笔记本的第一反应，我被吓到了。我们婚前明明说好不生小孩，结果笔记本后半部写满了那些东西。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真的很爱凯莉。她是我这辈子少数拥有的美好事物，我不想失去她。但如果她真的想要小孩到这种程度，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样。他却说并不是所有写进笔记本的事都是他真心渴望实现的，有些只是美好的幻想，幻想跟现实是两回事。我很诚实地跟他说，这很难让人相信，以他过去那种巨细靡遗的规划风格，我很难相信他只是随便想想。我最不希望的就是他未来会因为对另一种生活的遗憾来怨恨我。他一直保证不会，但我还是不太确定。谈到堕胎本身，对我们都很困难。我想知道他痛不痛，想知道我漏掉了什么。我没问手术细节，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他后来的感受，为何隐瞒，还有他怎么做决定的。大部分时间我只是抱着他听他说。说真的，我的心很痛。原来他那次问我想不想要小孩，是在他做完手术的1-2个月后。他那时候其实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这件事。后来他决定不说。他说他吃药那天我其实就在他身边。我记得那天他一直在哭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经痛。我还帮他买了热敷垫，陪他一起躺在床上。因为他经期一向很不舒服，我完全没怀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其实已经好几年没经痛得如此严重了，我早该发现的。不过我很庆幸那天他并不是真的孤单一人。后来我问他为何发现怀孕时不告诉我，他说他是在保护我们的关系。他知道我的立场，他不想让我承受要在他跟我不想要的未来之间做选择的压力，所以他替我选了。虽然我努力想理解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接受他的理由。他选择独自承受是想保护我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代表他不信任我会支持他，也不信任我能承担真相。这让我觉得他在遇到困难时不能依靠我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结婚有什么意义？他一向独立，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被彻底摒除在他的生命之外。我反复问他，我是不是做过什么让他怀疑我，怀疑我的承诺，或觉得我不可靠？他说没有。他说他怕说出来会改变我对他、对我们关系的看法。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爱他，有多在乎他，愿意为他的快乐做多少事。他轻轻笑了，提醒我婚礼誓言里的每一句话。我很惊讶他全部记得。我们这儿聊到对彼此的承诺，以及过去那些完全信任彼此的时刻，这让气氛好转了很多。晚上结束时，我们的心情都轻松了一些。我们现在还好，还没回到以前的状态，但正在恢复。凯莉现在反对伴侣咨商，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我们想先自己处理一些事。我不确定由第三方问我们愿意做什么来增进信任与透明，到底有没有实质帮助。我们不会分开。不论现在有多少问题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心里还有满满的爱。我们不想因为这件事而放弃对彼此的感情。最后，我们定了一个新规则：凯莉对我搬出去这件事，其实比她表现出来的更难过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吵架需要空间时，楼梯就是界限，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，这就是我们能拉开的最远距离。如果真的需要离开这栋房子，最多只能48小时。